江浩在餐桌上甩出一叠照片，里面全是我和另一个男人，两边老人看得面面相觑。我爸说：“孟小晴，你要离婚，我看你是昏头了。”江浩一脸得意。我妈说：“离，小晴，妈支持你跟他离。”江浩慌了。我缩在床上玩手机麻将，江浩阴着脸走进来，我瞄了他一眼，暗自揣度最近没惹他呀。手机上的麻将战况甚是激烈，我没时间理他。江浩走到床边，将一叠照片甩给我。我瞥了一眼，照片上的女人递了一条围巾给对面的男人。那个女人是我，那个男人是我的前男友严明。我曾经答应过他，他科研成功就送他一条亲手织的围巾。我只是想兑现承诺，和过去告别。忍受着江浩的低气压，我深吸一口气提着，不敢呼出。我假装镇定，语气淡淡的：“哪来的照片？我的牌友一直催我。”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。他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，200万买的。这照片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居然要200万。江浩冷笑：“你还想有点什么？”我不想理他的阴阳怪气。他黑洞洞的眼睛盯着我，难怪上次在英国说带你去玩你不去，原来是有家人相约啊！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吵架，尽力避开他的针对。江浩就只送了一条围巾，吃了一顿饭而已，你没必要这样阴阳怪气。他的眼神愤怒，恨不得焚了我。此刻我不小心按到手机的音量按钮，催我打麻将的语音狂轰过来：“搞快点吗？都少打2盘了！搞快点吗？都少打2盘了！”我吓得一激灵，赶紧关掉手机，退出游戏。江浩黑洞洞的眼睛盯着我一动不动。我知道最近江氏才上市，不能出现负面新闻。我和异性见面被拍到，确实容易引发舆论。我向江浩服软：“对不起妈，别生气了。”江浩不为所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直接将被子盖过头顶，逃避。我在被窝里回忆着，上次是我非要跟着江浩去英国，听助理说他那天晚上故意推掉了所有的饭局，要带我出去玩。我却告诉他，我和一个朋友约好了，就急匆匆地出门了。我好像第一次在他的眼里看到失望。现在他又知道了我去见前男友，面子上肯定挂不住，生气是一定的。想想都头疼。算了，睡着了就不用想了。迷迷糊糊中我就睡着了。大概睡到半夜，我睁开眼，看到江浩靠在椅子上，黑洞洞的眼睛还在盯着我。我看了看手机，都半夜1点了。江浩，你别这样，怪瘆人的，他眼睛里面都有血丝了，看来这道坎是过不去了。他始终抿嘴不说话。我坐了起来，头胀胀的。你想一个解决方案吧，骂我几句，或者给你打一下手心。我伸出手去。他看了一眼我的手，淡淡道：“我不打女人。”我无奈，那怎么办？要不然离婚吧。当初江浩娶我是我爸爸逼的，当初我嫁给他也是我爸爸逼的。他讨厌我爸，甚至讨厌我。现在江氏扭转败局，他也在我爸爸面前扬眉吐气，估计早想踹了我。听到我说离婚，江浩走过来，双手撑着床沿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想离婚？终于说出你的真心话了吧？我真是明明是他的真心话好不好？我反驳他，难道你不想吗？他冷哼一声，拿起那堆照片出门了。门被他关得砰响。大无语，真是麻烦又别扭的男人。早上起来，张妈就拉着我说，先生昨晚在书房灯亮了一夜。我半夜起来以为是忘记关灯，想去关，打开门看见先生在喝酒，眼睛红得吓人。他还让我滚，把我吓得张妈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。我心里唏嘘，看来这次把江浩气得够呛。中午我就被通知去酒店吃饭，双方父母都在。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家宴，特别是江氏上市，大家一起乐呵乐呵。结果最后一道菜，江浩给了大家惊喜。那道菜就是昨晚的照片。4个老人拿起照片，脸都黑了。我爸嘚吧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江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孟小晴说她要离婚，我爸对我怒目而视。孟小晴，你要离婚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我语气淡淡，你们决定吧，我都可以，反正结婚是你们决定的，离婚也由你们说了算吧。我爸把照片摔到桌上，这真是胡闹，离什么婚啊？我看你是头婚。我瞥见江浩，他很得意地看向我，一副得逞的样子。我爸都不要我离婚了，他得意个什么劲儿？反倒是我妈看着眼前的照片红了眼。小晴，你要离婚是吧？妈支持你，跟他离。在场的人都很震惊，向来温婉的我妈居然让我离婚。我爸一听炸开了锅，你也昏了头啦？我们现在2家公司捆绑在一起，离婚的损失你赔吗？我妈指着我爸的鼻子就骂，钱，一天到晚你就只知道钱，你知道这些年我们小晴受了多少苦吗？我妈说着都流泪了。我觉得这话不对呀，我没受苦啊。
嫁给江浩的这3年，卡随便刷，我也不上班，整天和3个牌友搓麻将。我赶紧安抚我妈，妈，我没受苦，真的。我妈握着我的手，声泪俱下。小晴，你的委屈妈都知道，我什么委屈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爸又指责我妈，别哭了，丢人现眼。我妈爆发了，孟齐天都怪你，你说严明多好的孩子，要是当初他和小晴在一起，我现在都抱上孙子了。说着还没好气地瞥了一眼江浩，我好像有点悟到，我妈说我受什么委屈了？她知道了我和江浩是有名无实的夫妻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江浩不愿意。我赶紧制止我妈，提严明干什么？都过去了，别提了。我拿出纸巾帮我妈擦眼泪。我妈拉着我的手，走，小晴，妈妈支持你离，明天就跟他离。我被他从座位上拽了起来。江浩慌了，他嗖的一下站起来要阻止我们。江妈妈赶在了江浩的前面，亲家母，别动气啊，他们就小孩子闹脾气。江妈妈又给江浩使眼色。江浩赶紧把我妈的凳子拉开，妈，我就是吃醋，想让你们给我撑腰。江浩继续说道，小晴织了3年的围巾送给别的男人，我心里委屈。他那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我妈还真有些心软了。妈，我也拉着我妈重新回到座位上。看我妈坐下，江浩终于松了口气。我取乐地看向他，就算是霸道总裁，在丈母娘面前也得矮3分。江妈妈看到气氛缓和了些，开始张罗。小晴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你，我们江家的儿媳妇只有你一个。她信誓旦旦。我和江妈妈的关系确实很好，主要因为我们还是牌友，曾经还带着我的姐妹去帮江妈妈复仇，把出老千的人赢得片甲不留。我一直太忙了，也没给江浩织过这些东西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他确实很忙，忙着打麻将。他又说，你就算帮妈妈的忙，给江浩也织一条这样的围巾。江浩一脸嫌弃，我不要。江妈妈瞪他一眼，对，江浩不喜欢蓝色，他喜欢黑色，你给他弄条黑不溜秋就行。我看了看江浩，他算是默认。所以江浩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感觉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？我和我妈在楼下等车，我挽着我妈的手，她轻轻拍了拍我，想离就离，别管你爸，你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妈，这有私房钱，你带着钱去找严明，够你们安稳过一辈子了。我劝阻我妈，妈，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那条围巾是以前答应他的，给他了就和过去告别了。车来了，我妈上车前反复叮嘱我要好好的。我和我妈挥手告别，看着他的车走远，转身过来，江浩站在了我的旁边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没听到什么吧？你猜？江浩意味不明地看向我。江浩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。他斜斜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妈生气了？我简单地答了一句，应该有点。他停顿了一会儿，他不满意我没让你怀孕，把我整尴尬了。他可没这么说，我赶紧转移话题。你今天搞这出干什么？你明知道我爸不会让我离婚，你还非得在他面前提。他缓缓道，对呀，就是想让你死心。他什么意思？我有些不懂。我马上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分享到麻将4人组的群里。娜姐，江总莫不是爱上你了，在这玩欲擒故纵呢？老邱，我也觉得，或许他真的想找老丈人评评理。安安，这事儿我站江总，他是挺委屈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江浩爱上我了？不能吧！我关掉手机，偷偷地看了江浩一眼。他棱角分明的下颚线，还有高挺的鼻梁，确实是个十足的大帅哥。甚至结婚那晚我都没把持住，可是被他拒绝了。我结婚那天，娜姐他们把我准备的睡衣调包了，说是送我一个大礼。晚上回到房间，我打开来看，一条大红色低胸露背吊带睡裙。至于长度吗？反正正常的坐姿都有点漏风，这和没穿有什么区别？娜姐告诉我，这叫朦胧美。好吧，我就穿着那件睡衣在床尾等江浩。他进来的时候确实愣愣地看着我，我还欣喜迷倒他了。不过他很快别过眼去，从卧室里拿了自己的睡衣就往外走。你去拿？你先睡吧，我处理一下文件。非要今晚吗？今晚可是洞房。江浩语气细写，你是邀请吗？他可能以为我会不好意思，可是我真的很期待，所以他的态度让我有点生气。我有些急了，还用邀请吗？你今晚应该和我睡。他有些被我噎到，没有说话。我很郑重地问他，你是不想还是不行？他刚要说什么，电话响了，他出去接电话，然后就没再回来。我在被窝里把这件事告诉了麻将4人组。娜姐，不会吧，这么硬汉的江总居然不行。老邱，要不你再主动出击一下。安安，可能今晚他真的有什么事情呢？第二天起床就没有看到江浩，直到晚上他才回来。饭桌上，他的脸又黑又臭。他质问我，听说你到处和人说我不行，所以圈子里一直流传着江总不行的传言。发什么愣呢？
江浩的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。下车吧，江浩示意我到家了。我打开手机，看到麻将4人组有好几十条信息，无非就是围绕我和江浩到底是不是还没有睡过展开。娜姐，你不会真的还没有和江总那个吧？娜姐，他是不是真的不行？老邱，要不去医院看看，能不能治？安安，应该可以治。小晴，你别急，我回复他们，别说了，越说越离谱了。娜姐，明天晚上姐妹儿带你们去见见世面。娜姐，记住啊，明天把时间都给我空出来。他艾特我。娜姐，特别是你小晴，姐妹带你去见见真男人。原来娜姐说的见世面就是去有男模的火锅店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店里面已经坐满了小姐姐，一桌一桌的全是小姐姐，然后可以看见店里面只穿了围裙的小哥哥穿来穿去，好多小姐姐拿出手机各种拍。一个小哥哥走过来，娜姐，你订的桌在那边。这个小哥哥皮肤白净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虽然不是很高，可是身材比例很好。姐姐们走吧，这个叫阿亮的小哥哥领我们过去。娜姐作为离异单身女性，这种场合早已游刃有余。老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老总，见到不一样的小哥哥还是两眼放光。只有安安一直是老公背后的女人，稍微有些腼腆。我吗？当然是睁大了眼睛到处看。在店的中心还有个舞池，小哥哥还会轮番在里面跳热辣的舞蹈，我们的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娜姐用胳膊肘撞我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你家的强？我羞红了脸。娜姐别说了，一提到江浩我就心里发闷，吃了火锅太热了，我要出去透透气。出去的时候刚好看见阿亮站在外面抽烟，他看见我出来，眉飞色舞和我套近乎，还递烟给我。我接过烟，他给我打火，可是打火机好像坏了，他便给我烟点烟。我揶揄地笑了，弟弟你可真会啊。被我这样说，阿亮有些不好意思，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。我抽了一口，吞云吐雾。阿亮看着我，小姐姐不像抽烟的。我瞥向他，人不可貌相。我们相视一笑。抽烟是3年前和严明分开的时候学的，他们告诉我抽烟喝酒能够忘记忧愁，都是骗子。间隙我看到严明撑着石雕的手肌肉分明，就很想看看他的腹肌。我问他腹肌几块，他给我比了个手势8。我脑子发热，真的，让姐姐看看。正说着，就去拉开阿亮的围裙往里看，无意间瞥到一辆黑色奔驰缓缓驶过。那不是江浩的座驾吗？我做贼心虚，他要是再一次找我扒评理，我肯定被大卸8块。我赶紧躲到阿亮的身后。阿亮不知所措，我告诉阿亮别动，掩护我进去。我赶紧回到座位上，心有余悸。他们见我拍胸喘气，都问我怎么了。我从窗户往外看了看，那辆黑色轿车不见了，吓死了，我还以为江浩来抓我了。要是被他看到我留恋难色，他又要给我爸妈告状。娜姐笑我，还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夫妻，你看到他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。我制止娜姐，快别说了，提到他我就觉得头疼。我拿起鸡爪啃起来，压压惊。阿亮送来了西瓜，西瓜红彤彤的，一看就很甜。我想吃一块，可是两手拿着鸡爪。阿亮很贴心的要喂我，我看了看他，轻轻一笑，小弟弟这么会。我刚张开嘴，还没有吃到西瓜，余光中瞥见一群黑衣人进来，大概有20多个黑衣人，都穿着黑色西服、白色衬衫，为首的是江浩。我死了，张开的嘴巴都不知道该怎么合上了。江浩正朝着我这边大步走来，我向3姐妹求救，没想到他们早已经拿着包往外溜了。有个大哥声音很大，老板呢？把你们的老板叫出来。在场的食客和服务小哥哥们都面面相觑。我想溜，被江浩一把抓住，他还很贴心的用纸巾给我擦嘴。我现在就像黄鼠狼嘴里的小鸡，任他处置。江浩，我冲他谄媚的笑。他继续很认真的给我擦嘴。我就是来吃顿火锅而已，你信吗？我很认真的解释，甚至愿意对天发誓。你觉得呢？他一副要拆穿我谎言的样子。我又涩涩地问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他拿出手机，不知谁发的抖音，里面的我涩涩地用手戳小哥哥的肱二头肌，那表情就像流着哈喇子，一言难尽。我赶忙解释，误会，真的误会，江浩根本就不理我，而是把我搂得很紧。这时候，一个矮小的光头中年男人走出来，这是江总。幸会幸会，我是这的老板张某。江浩和他简单握个手。江浩看着他，有点懵，估计这会儿 CPU 在燃烧，回想他是谁。张老板看到这一行黑衣人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江总，您这是？江浩一副桀骜的样子。把你们这所有的他这样的人叫出来。江浩指了指阿亮，然后就看到10几个小哥哥鱼贯而出。江浩的手从我头顶绕过，掰着我的脸，对那些小哥哥说：“
都看清楚了，以后这个女人的生意不许做。我的眼睛瞪成了金鱼眼，用眼神示意江浩，没必要吧。江浩低头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勾起，似笑非笑，透露着不可辩驳的神色。完了完了，这还只是火锅店，我想到了酒吧卖酒的小哥哥，怕是以后都与我无缘了。痛心疾首。张老板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招呼他的手下，都看清楚了吧？那些小哥哥们连连点头，好多食客围观，还有拍照的，还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小妹妹投来羡慕的眼光。那穿黑衣的大哥对大声说：“今晚上打扰大家用餐了，这顿饭我们老板请了，请大家尽情享用。”食客们拍手叫好。霸道总裁宠溺小娇妻，好帅！我只能叹息，当江浩这种别扭、麻烦、霸道的人在一起，只有冷暖自知。我又被江浩像拎小鸡一样拎到了车上。李叔在前面开车，江浩把我搂在怀里，他搂得很久。由于他搂得过于紧了，我的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，随意地搭在他的腹部，感觉到他腹部有力的起伏，便用手指轻轻地按了按，很坚实。我的手在他腰间蹭来蹭去，发现了一个缝隙，我警惕地瞥着江浩的反应，然后手就往里探。我战战兢兢动作，幅度不敢太大，然后一直徘徊着找机会。机会来了，路上大概有个坑，李叔碾过的时候，车身很重地颠簸了一下。我迅速将手伸进去，指腹接触到江浩的搓衣板，我满意的笑了。我每一根手指都在他的腹部缓缓地跳舞。头顶传来悠悠的声音：“你要不要再往下一点？下面有好东西。”我脸一下子红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是你抱太紧了，我手没地方放。他笑着看我，即使没有说话，我也知道他在说。你猜我信不信？反正他也没有松开我的意思，我就更大胆了，在他腹肌来回摩擦。他的皮肤越来越烫，当知道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我赶紧把手收回来。我的脸火辣辣的，身体想和江浩分开，却被他死死扣住。我压低了声音：“臭流氓！”江浩轻笑：“到底谁是流氓？占我便宜还骂我！”下车后，我终于逃出江浩的魔抓，脑子全是颜色废料。我要赶紧去洗洗脸，不对，还要洗洗脑子。谁知道没走几步就被江浩扛了起来。我惊呼：“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！”任我怎么拍打他，他都不听。他径直把我扛回了房间，扔到床上。他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我有些怕了。只见江浩脱了外套甩在椅子上，然后开始解皮带。他莫不是要打我？我的天！我惊呼起来：“你干嘛，江浩？你别打我！你说过不打女人。”江浩也有些激动，喘着粗气：“我说过要打你吗？我只是想好好疼你。”我翻身起来，往床头爬去，江浩却拉着我的腿，把我拽回来。他的上衣不见了，压到了我身上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他接触，不仅感受到他快速的心跳，还闻到了肉香。我不自觉地吞咽着口水。他嘴角上扬：“你胆子不是挺大吗？现在怕了。”我刚想狡辩，一个问落下。不对，好生涩，生涩到甚至堵住了我的呼吸。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他才缓缓移开唇。接吻都这么没经验，该不会是他不满地开口：“干嘛呢？不认真。”我的脸烫得要冒烟了。没有，就是在想。想什么？想你是要投怀送抱吗？其实是想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江浩在我耳边里说道：“你妈说的对，我应该让你生个孩子，以免你每天无所事事，就知道抽烟、喝酒、打牌、泡吧。”我咽了咽口水。你的意思，我们终于要圆房了吗？江浩挑逗地笑着。如你所愿。我感觉我要扬眉吐气了，不用再忍受麻将四人组其他成员对我的嘲讽。我伸手去拿手机，要分享这个喜讯，却被江浩按住手。他喃喃道：“认真点。”我缩回手抱着他的后背。然而，两个新手开车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注意你的用词。第二天，我真的腰酸背痛，第一时间就是质问麻将成员：“晴天，你们昨天真是太没义气了，跑得挺快。”老邱：“对不起啊，小晴，我老公和江总有生意往来，得罪不起财神爷。”我也是。对不起啊，小晴，我艾特娜姐晴天。娜姐，你也有老公了？娜姐已经离婚5年了，据我所知没有老公。娜姐，我美容院不是租你家江总的商铺吗？万一他叫我滚蛋怎么办？晴天，你们都见利忘义。娜姐，江总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不过是吃顿火锅而已。晴天，他把我睡了。3个同事发出惊呆了的表情。娜姐，江总终于开窍了，展开说说。晴天，就很一般。我刚说完这话就意识到不对，赶紧撤回了，结果还是被他们看到。不到1天，谣言四起，听说江城有名的江总是个厨，晚上江浩是阴着脸进门的。我在房间里打手机麻将，听到他问张妈：“夫人呢？”房间里，糟了。听到他的脚步声越走越近，我嗖地站起来，左看右看，不知道往哪儿躲。
他猛地把门打开，他的袖子挽到了手肘，领带拉扯开来，衬衫解掉2颗，还有那副要吃人的表情，我就知道我要死了。他邪魅地笑着，我感觉很瘆人。听说我昨晚让你不是很满意，我慌忙摆手解释，没有，谁在造谣？我可以和他对峙，绝对没有。他想我走近，我有些慌了。你别过来了！他伸手过来抓我，被我躲开了。我慌得语无伦次。江浩，你冷静点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他半眯着眼睛，可我不是君子，我是你老公。他一个大步把我搂到怀里，密密麻麻地吻落下。良久，江浩问我感觉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我能说什么？当然只能满意。从下班回来就折腾到半夜，我快崩溃了。我发誓再也不好色了。江浩把手机扔给我，给他们说一夜7次，男人该死的好胜心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你要点脸，哪有7次？他看了看时间，离天亮还早，休息一下继续。我大脑嗡嗡响，我说，我现在就说，你放过我啦。他不容我辩驳，你先说。我只能硬着头皮撒这种私密的谎言。我把手机给江浩看，屏幕上还有那3人的刷屏点赞，看得江浩满意的笑了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了，没多久，江浩的手又搭过来了。我警惕地甩开，适可而止。你答应我了，他缓缓道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是个商人，信誉很重要，牛都吹出去了，就要完成 KPI， 我有罪，我不该好色。大概持续了10天半个月，我发现江浩的黑眼圈很重。我百度了一下，有可能是肾亏。我决定劝解他注意身体，不要忠于过度。为了避免他觉得我有内涵他不行，还是要先给他尝点甜头。我亲自买了食材，炖了鸡汤，带到公司里去。本来想给江浩一个惊喜，结果去到公司发现他不在。我问了秘书室的人，江总呢？江总去临市开会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要下午或者晚上了。他不在，我还挺失望的。需要我们给江总打电话吗？不用，让他忙他的。我去了江浩的办公室，3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来他的公司。他桌上成堆的文件。这3年来，他把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扭亏为盈，应该很不容易吧？竟然有些心疼他。我在办公室玩了一局手机麻将，准备回去了。经过公司的茶水间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看到他，我的心脏不自觉地加快。他正在往泡面桶里倒水。严明，我叫他。严明转过身来，有些惊讶。小晴，你没吃饭吗？我问他。他尴尬地笑了笑。今天到公司处理一些事情，忘了。你在这个公司上班吗？是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在这个公司的工厂里做研发。原来严明是公司1周前挖回来的。他把泡面端到用餐区吃。你脑力劳动，吃这个不营养。他打开盖子吃了一口。没关系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我想到抱着的鸡汤，反正江浩也不回来，给严明尝尝也没什么吧。那个，我有鸡汤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试探性地问他。自从我们分手之后，他就拒我于千里之外。上次给他送围巾，他都表现得很冷淡。鸡汤，你给你老公做的？他淡淡地问我。啊，对，他不在，反正都带出来了。你要不要尝尝？我就问他这一遍，不要就算了。以前都是我做给你吃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炖鸡汤了？他情绪不明，似乎有些讽刺。我悻悻地觉得好没趣。他把泡面推开。那我就尝尝你的手艺。他看向我手里的保温桶。我慢慢地把汤倒出来，还有几块鸡肉，把小碗推到他的面前。他吹了吹气，抿了一口。怎么样？我还挺期待他的评价，毕竟是我第一次炖汤。还行，他笑了笑，继续喝汤。看来我手艺还挺不错，我还挺高兴。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你怎么突然回国了？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？我问他。因为顺着严明的目光看去，江浩怒气冲冲地站在我身后2米的位置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严明手里的小碗。我反应极快。你喝完了吗？把碗给我吧。求救似的看向严明。他快速喝完最后一口汤，冲我笑了笑，把碗给我。谢谢你的鸡汤，很好喝，我先回去上班了。然后他快速离开。我站起来面对着江浩，他的眼神快要把我焚了。我尽量让自己笑出来，即使我知道自己笑得很难看。你回来啦？秘书说你不回来。他死死地盯着我不说话。用餐区已经过来几个看热闹的了，我有些怕了。马上去挽着江浩的手，把他拉回办公室。江浩气鼓鼓地坐到沙发上。我关好了门窗，就开始道歉。我来找你，你不在，秘书可以作证。我是无意中碰到严明的，看他吃泡面，所以给他尝了点鸡汤。你信我？在我反复道歉之后，他情绪缓和了些。江浩捏着我的下巴，你是我老婆。我用力的点头。我是你老婆。一个吻落下。
经过反复实战，技术含量有点高，稳得我全身发软。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，秘书说你来了，我就推了饭局，赶回来了，结果打扰你们了。他戏谑地看着我。还有鸡汤，要吗？不要。他一脸嫌弃地看向保温桶。没关系，家里还有，晚上回去喝。我又继续道，我也没吃，我们点外卖吧。我想吃你。他的手在我锁骨摩挲着，我赶紧退出他1米。这是公司，我提醒他。费了好大功夫，总算哄好了。江浩真的是麻烦、别扭、霸道、幼稚。江浩在我的劝解之下，总算有所收敛。我晚上可以腾出时间打麻将了。再见，我的麻友已经距离上次火锅店一别1个月了。我刚进包房，娜姐挖苦我，看来阴阳调和还真是补人啊。瞧着红光满面的老邱接着说，就是我还以为我们的牌搭子要散了呢。安安说，总算把你约出来了。我看着麻将两眼放光，乖乖，快1个月没有宠幸你们了。我傲娇地回对我的牌搭子们，捂好你们的钱袋子，我今天可是带了收割机来的。我一按筛子铃铃铃的响，真悦耳。今天麻神可真是眷顾我，把他们3家赢得垂头丧气。忽然听到外面的喧闹声，我们也好奇出去看，原来是另一个包房里有人晕倒了。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听说是一个人糊了一个极品就晕倒了。走到房门口，那不是我婆婆江浩他妈吗？我赶紧跟着救护车到了医院，然后给江浩打电话。原来是婆婆有高血压，由于极品自摸3家她激动，所以晕倒了。还好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要住院1周观察。江浩来的时候脸都气绿了，他叫我在家等他，我跑出去打麻将，他妈妈也因为打麻将住院。我猜他应该恨死麻将了。我承担上了照顾婆婆的任务。这天我带汤到医院，看到救护车上下来一个人，好多血，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可是当我看到那人的脸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我跟着担架过去，终于确定那人就是严明。他半边脸都是血，痛得面部扭曲。后来我知道了严明在哪个病房，我猫进去看他。他看到我很吃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说你只是皮外伤，万幸。说着我把一个水果篮放在他的床头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他好多问题。我看着救护车送你进来的。我江浩的妈妈在这住院，我来送饭。我回答。你呢？你在医院谁照顾你？请了护工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家在很远的外省，他现在应该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座城市。从那以后，我带饭都是2份，1份给江妈，1份给严明。那天中午护工不在，医生让严明做一个检查，我扶着严明去。走在路上，一个家属端着一盒汤走过，不小心被地上的玩具绊倒，汤洒了出来。那汤朝着严明洒去，我挡在了他的身前，全弄我背上了。还好是冬天穿得多，除了衣服弄脏了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严明也很紧张我，让我坐下，看看我有什么事。他把我的长发撩开，要看我的背。我说了我没事，真的没事，我反复告诉他。可是严明眼里闪烁着泪光，你靠近我就没好事。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身后传来一道呵斥声。江浩大步走过来，把我拎起来。你把我弄痛了，放开。我不满地看向江浩。江浩又看向严明，我是让你到公司做研发的，不是让你勾引我老婆的。此话一出，好多人回头来看我们。我赶紧捂住江浩的嘴，把他拉到人少的走廊上去。你乱叫什么？也不嫌丢人。我真的被他气到。你们都抱在一起了，你也不嫌弃丢人。他的脸黑得像块炭。那是误会，有一个人把汤洒我身上了，他只是帮我看看，然后我转过身去，但花菜叶应该还粘在上面。他的神色稍微缓和了一点，脸色还是很臭。过了大半个月，江浩都不理我，他每天早出晚归，甚至他回来没有我都不知道，有时候张妈都不知道。我决定去公司找他，给他道歉，哄哄他。他怎么说呢？还是挺好哄的。我刚到公司，前台就用异样的眼神看我，不过还是热情地给我打招呼。晴姐来了。我有些疑惑，江总呢？在办公室呢。好，我自己去找他。我往江浩办公室走的这一路上，好多人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怎么了？都这么奇怪。我刚走到江浩办公室门口，就听见他在发脾气。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？我说裁掉就裁掉。另一个声音，江总，我们好不容易挖来的人，他现在走了，一定会去对家公司，这对我们公司很不利。江浩怒气冲冲，整个世界就他一个人裁吗？没有他，我们公司还倒闭了不成？那个声音还在劝说。我听到了严明2个字，江浩要裁掉严明，就因为我吗？我直接把办公室的门打开，走了进去。
江浩和他的助理不吱声了。江浩摆手对助理说：“你先出去。”助理走后，把门关上了。江浩坐在了椅子上，垂着头，手揉着太阳穴。江浩，你要裁掉严明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他。他缓缓地抬头，脸色很差，胡子拉碴，就像很多天没有睡觉。他眼里就像蒙着雾气，没有了平日的神采奕奕。你说对了，他云淡风轻。因为我吗？你真的误会了。我极力想解释，他根本不听，而是对我说：“离婚吧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。”离婚。听到这2个字，我心里堵得慌，眼睛也发酸发涩。为什么要离婚？我都说了是误会，他为什么不信我？我看到他的眼尾也红了。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你明明是天之娇女，大学的时候科创大赛的奖拿到手软，可是为什么和我结婚以后，准确的说是和那个男人分手以后，就开始抽烟、喝酒、打牌、泡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问他。我的好学妹，你可是我们学校的学霸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他喃喃道。你和我一个学校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对呀，结婚3年了，你连你老公哪个学校毕业的都不知道。他自嘲地笑了。我还想问他，他却拒绝和我沟通。其他的我不想再说了。离婚的事，吴律师会找你谈。他说得很决绝。到底为什么离婚？你总该告诉我吧。就因为我不知道你和我是校友，就因为那个已经和我分手的前男友，我非要他给我一个答案。我对视了很久，我也不甘心。他从包里拿出了一盒药，他的手还停留在药的旁边发抖。那个药瓶很眼熟，我拿起来看了看，问他，就因为这个？他眼里蒙着雾气，还是一脸倔强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你给你自由，我再次确认。我问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？他恨恨地说，对。那好，我同意离婚。转过身后，我笑了，只听见背后乒乒乓乓一阵嘈杂声，大概是江浩砸了很多东西。晚上江浩回来，我在沙发上打手机麻将，他看到我也不理我。吃过晚饭，趁他上厕所的功夫，我把他的手机拿到了房里。我听见他问张妈，看见我手机了吗？张妈说，刚才看见太太拿到房里去了。过了好一会，江浩才进来。我坐在床尾，穿着结婚时候的那件红色吊带睡裙，还让左边的肩带滑了下去。他进来看到我翘着2郎腿，挑衅地看着他。他别过脸不看我。我手机呢？拿来。他冷冷地对我说。我拿出屁股下的手机给他看了看，然后塞进了衣服里。自己来拿。我眼神示意他在衣服里。他很粗暴，一把起我，手机就掉下来了。趁他去捡手机的功夫，我搂着他的脖子挂在他的身上。他一个踉跄，扶着凳子支撑，然后我们一起跌在了凳子上。我正好跨坐在他身上，他还是别过脸不看我。我拿出今天上午他指的药丸，当着他的面吃了一个。他马上怒火中烧，要推开我，我就附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。他转过脸来，臭脸慢慢缓和，眼底开始发笑，嘴角也开始上扬。他摩挲着我的手臂，我揉捏着他的下巴，就这样僵持着，看谁先认输。最后先把持不住的当然不是我。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。我推了推江浩，他还搂着我。我催他去上班，他也不理。我玩了一会儿手机麻将，也睡着了。我又推了推江浩，他几声，抱着我继续睡。直到晚上，我真的睡不着了，非得抽身起来不可。我推了推他，你快起来，我们都快离婚了，你这样不太好吧？听到我说离婚，江浩终于睁开眼睛。离婚？谁离婚？你提的离婚？是吗？我没说过呀。他一副没睡醒耍赖的样子。江浩拒不承认，反正说自己没说过。他单手撑着脑袋，避孕药别吃了，如果你暂时不想要孩子，我来做措施。你会带吗？我又想到他除的梗。他果然一脸黑色，闹我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我根本干不过他，只好认输。我又问，你给我说说呗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学校的事？你不会那会就看上我了吧？他一脸傲娇，是又怎么样？不管过程如何，你现在是我老婆。我呵呵的笑，那你怎么不追我？我语气淡淡，那会，公司经营困难，我帮我爸打理公司，况且你身边不是有人吗？他醋意可大了。我又问他，那我爸让我们联谊，你为什么脸那么臭？不情愿。他仰头睡下，因为我看到有个傻子在喷泉哭得没有人样，好像是我得知要嫁给江浩，跑到酒店外面的哭得稀里哗啦。我爸威胁我，如果不同意嫁给江浩，就让严明失去留学的名额。而我向严明提分手，他则以为我是要嫁给富二代，爱慕虚荣。而我自己觉得亏欠了江浩，总是顺着他，想让他高兴，可是偶尔出格，也总是被他抓到。没想到严明约我见面，小晴，
听说因为我，你和江总吵架了，他眼里的情绪很浓烈。也不是全都因为你，还有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我解释道，我最近才知道，当初你是为了我才嫁给了别人，说我误会你了，所以我回国了。他好像在期待我的回应。我赶紧把话说清楚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我现在挺好的，我们不要再纠结过去了。他显然对我的话很失望。现在国内科研环境挺好的，你以后肯定大有作为，你一定可以实现梦想。我说得很认真。那你呢？你的梦想呢？每天打麻将吗？他看向我，我摸着指根处的戒指，我准备生宝宝了，生了再说吧，可能以后我们会成为同事。他的眸子突然没有光亮，不过还是极力微笑。那就先恭喜你了。谢谢啊。窗外的夕阳照进来，和当年照进图书馆的那一抹很像，又不太一样。有没有遗憾？说没有是假的。可是人总是要向前看，允许一切发生，不才是人生吗？出了大门，看到了站在花坛边的江浩。每次和前任见面都能被他抓包。他今天穿了休闲装，黑色的卫衣衬出他不一样的帅气。我笑着向他走去，老公，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电子眼？我走哪你都知道。我第一次叫江浩老公。他一开始震惊，然后是脸上笑开了花。他看着我满眼温柔，再叫一声，我很听话，老公。他一步向前，把我搂在怀里，唇吻着我的耳朵。以前的事都放下了吗？我回抱着他，都放下了，3年了。原来他一直在等我放下过去。我看着我目光灼灼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抚着他额前的碎发，我也是。